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了一家在创业板块 Ace Market 上市的公司 Opstar， 在这里也要恭喜有获得 Ballot 的朋友们，因为他们在第一天上市就涨了285%。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小编我要和大家跟进一家我们曾经分享过的一家公司，他们的股价在2021年时就在短1年内一路翻倍到了最高的28倍，并且也在同年荣登大马股王。而且目前似乎马股的电动汽车领域又在开始热闹起来，那这一个昔日股王是否能够趁电动汽车的趋势再次重返荣耀呢？今天这一支影片，小编我将会来为大家一一讲解。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一支影片分享出去哦。想要加入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查看影片下方，就在这里加入我们，为你们实时更新。那今天小编我要和大家讲解的这一家公司就是红遍一时的 Genetec。那对于不认识的朋友们，小编我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他们的全名是 Genetec Technology Berhad， 创立于1997年，在2005年上市 Ace Market。那他们公司主要是从事智能自动化系统、自动化设备以及集成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其中也包含从概念设计、原型开发到设备的大规模复制。那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就包括了多个行业，像是电动汽车 EV、电池 Energy Storage、汽车 Automotive、硬盘驱动器 HDD、消费品和医疗保健领域等等。此外，像是装配解决方案 Assembly Solution、工业机器人集成方案 Industrial Robotic Integration、物料搬运 Material Handling、检验、测试等方面 Genetec 也非常在行，甚至能够提供全自动化。也就是有了这样的优势，他们可以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更快速、质量更高、更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那至于 Genetec 的业务分布，在2022年他们的总收入当中有高达96%都是来自于海外，只有4%来自于马来西亚，而其中美国就占了大部分，也就是52%，而其次欧洲也是蛮重要的收入来源，占了21%，之后泰国以及墨西哥分别占了11%及9%。那讲解了 Genetec 的公司背景以及业务之后，我们就来了解他们的最新业绩报告，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首先 Genetec 在这一个季度是获取了历史新高的收入，高达85个 million， 但是 Genetec 的盈利却不增反减，与去年同期的19.6个 million 相比，这一个季度只有12.5个 million。 但主要原因是 Genetec 在这一个季度有了一笔未实现的外汇亏损 Unrealized Foreign Exchange Loss， 同时 Genetec 的产品组合也实现了比较低的盈利率。不过这一个未实现的外汇损失就高达 7.3个 million， 占了盈利的大约 57%， 因此才导致公司在最新季度的盈利回落那么多。但是如果以他们的前3个季度的表现来看的话，无论是收入还是盈利方面，对比去年同期都还是有所增长的。那至于资产方面， Genetec 是持有着 45.5个 million 的现金，不过同时也拥有 61.5个 million 的贷款，但是与上个财年的 93.5个 million 借贷相比之下，是已经减少了不少。而且只要能够持续获得改善，相信不用多久 Genetec 就可以成为净现金公司。另外，尽管外汇亏损带来的挫折，但 Genetec 的现金流方面也进步了不少，而这主要归功于 Genetec 的应收账款方面 Trade Receivable 是有所改善的，从去年的负139个 million 大幅的下滑至负 34.5个 million， 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在把钱收回的。然后再加上他们首3个季度的亮眼盈利表现， Genetec 截至最新季度是一共流入了 14.5个 million 的现金。反观去年同期， Genetec 的现金流是流出了21个 million。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内 Genetec 也完成了他们18%的时下配售 Private Placement， 并从中筹集了178个 million 的资金，以便用于业务扩张计划，其中包括了扩大制造设施以及收购一座工厂建筑。那说
完了公司财务之后，我们就要进入这一个影片的重点了，那就是 Genetec 电动汽车的业务。而这一个业务可以说是 Genetec 成为2021年股王的关键。首先，我们先回溯到2022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Genetec 在当时的业绩表现可以说是平平无奇，甚至有的时候还面临亏损，而且自上市以来，也就只有2011年财年的盈利是超过10个 million。但是转折点来了，那就是 Genetec 在2022年的业绩表现是迎来了爆发性的增长，收入以及盈利都双双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短短的1年内 ，Genetec 的收入上涨138%至223.6个 million， 而盈利的涨幅更为夸张，高达惊人的1243%，一下把盈利提高到56个 million。而 Genetec 的业绩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爆发性的增长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我们必须追溯回2021年，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Genetec 硬盘驱动器 HDD 的业务依然是公司最主要的核心业务，当时贡献着 Genetec 37% 的收入，而电动汽车和储能业务 EV and Energy Storage 只排名第2，贡献29% 的收入。但是在接着短短1年内，电动汽车和储能业务的收入就超越了 HDD 业务，成为 Genetec 收入贡献最大的业务，占比高达73%。而此时 Genetec 就已经把业务重心都转到电动汽车以及储能领域上。那在这一段期间，电动汽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究竟是如何呢？而马来西亚是否做出任何的行动去推广 EV 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时，尽管面对着疫情的爆发，在全球汽车市场正在收缩的环境下，电动汽车的销量却能逆势上涨至300万辆。而在之后2021年时，电动汽车的销量更是翻了1倍，达到660万辆，占了全球汽车市场将近9% 的销售。而且根据 Canalys 的预计，在2030年，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达到7000万辆，也就是占了总汽车的销量接近50%。这也说明了电动汽车已经是被全球公认为未来汽车业的发展大趋势。因此，我们也看到世界各个传统汽车巨头也都陆陆续续的宣布各自的电动汽车发展计划，而这些公司包括 Toyota、Lexus、BMW、Mercedes 等等，而这将会是带动 EV 趋势的主要旋钮。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马来西亚电动汽车的发展。其实马来西亚电动汽车的发展速度一直以来都远远不及欧美国家，甚至与中国和日本这些亚洲国家相比也是天差地远。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在2021年只售出274辆电动汽车，尽管在2022年有大幅增长到2631辆，但是依然微不足道。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充电站，而且我国也并不是高收入的国家，因此电动汽车的价格对于一般大众来说都是蛮大的负担。再加上我们的汽油价格也享有着政府的津贴，因此与电动汽车相比，燃油车添油的成本不但更加便宜，而且也更加快速，从而导致电动汽车在马来西亚缺乏吸引力。不过不难看到，其实近期政府也一直想要积极推动电动汽车，尤其是看到越来越多的汽车品牌也引进电动汽车进入马来西亚市场，像是 Tesla、Nissan、Porsche、比亚迪等等，就连本地品牌 Proton 以及 Produer 也计划朝着电动汽车的方向发展。而且马来西亚政府承诺会跟本地企业合作，在2025年前建造1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另外 Petronas 也在2022年推出 Gentari 牌子的充电站，而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时要达到25000个充电站，相信这也将大幅加速大马电动汽车的发展。除此之外，马来西亚政府也延长了收税豁免期限，为了激励电动汽车的普及化，其中像是把本地组装 CKD 的电动汽车的消费税、销售税和进口税的豁免期限将延迟至2027年12月31日。另外，进口电动汽车的进口税和消费税的豁免期也将延迟到2025年12月31日。而大马电动汽车的火热，相信也会使到 Genetec 收益。那么了解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后，我们也来看看 Genetec 的利好以及利空。首先的利好就是我们之前的影片也分享过的，那就是 Genetec 早在去年10月时与我们的西神 Cita Global 拟了一个独家的合作协议，那就是这2家公司将携手进军再生能源行业，
共同开发电池储能系统项目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BESS， 以储存和管理可再生能源发电过程中多余的电力。而在那之后 Cita Global 也与一家来头非常大的印尼公司 Indonesia Battery Corporation IBC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开发电池制造厂和电池储能系统 BESS 的项目。而相信 Genetec 也将与 Cita Global 联手参与这一个项目，毕竟 Genetec 拥有这一个项目所需要的技术。另外，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Tesla 正式进军马来西亚的消息，那就是我们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Tengku Dato Seri Zafrul 表示 MITI 已经批准 Tesla 向马来西亚进口纯电动汽车 BEV 的申请，并且将在马来西亚设立总部、Tesla 体验中心以及超级充电站网络。而根据江湖传言 Genetec 在2021年成为股王以及业绩暴涨的原因，就是获得 Tesla 这一位超级大客户。因此 Tesla 进军马来西亚之后， Genetec 与 Tesla 会不会有新的合作呢？而且不要忘记，我们马来西亚拥有强大的电气和电子E&E 生态系统，可以支持电动汽车的制造。那说不定未来将会有机会引进 Tesla 的 Gigafactory。如果 Tesla 真的是 Genetec 的客户的话，那到时候 Genetec 会不会直冲云霄，再度成为股王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不过也要注意的是 Genetec 大部分的业务都来自于外国，本地只占少数，而且也可以从他们最新的业绩报告中得知，他们的盈利下降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未实现的外汇损失。因此美元的未来走势对 Genetec 来说非常重要。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美国目前的通胀问题似乎依然严重，而且根据美国近期的经济数据都显示通胀依然严峻，因此美联储很大可能将持续加息，甚至不排除将以更大的幅度来加息，而这也将会影响科技股的估值。而处于科技股领域的 Genetec 相信也会受到波及，而且近期美国爆出的 SVB 银行倒闭事件也将促使各国央行放慢加息脚步。那在进入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而且享有每年 2.35% 利息回抽的投资户口和良好的服务的话，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的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这样一来也就能节约投资成本，赢在起跑线。回到总结，整体来说，在全球电动汽车的趋势越来越火热之下， Genetec 的电动汽车以及储能业务前景显得更加乐观。就连马来西亚也积极推动着电动汽车产业，因此在火热主题的加持下，相信 Genetec 也会非常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同时也可以看到 Genetec 在近期内有不少的动作，像是筹集资金做扩张，积极寻找合作伙伴，而这一些动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以及客户群，或者说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订单了。此外，他们也在2023年2月完成了他们的内部电池储存系统 BESS 的开发，并准备在未来几个季度开始尝试运行，预计到时将看到 BESS 对他们的贡献，也有可能成为他们新的业务增长驱动因素。此外 Genetec 也申请了转战 Main Market， 而且也表示已经符合证券监督委员会 SC 和大马交易所 Bursa 的转板条件。如果没意外的话，预计将在今年第3季度完成转板，而转板后 Genetec 的商誉也将会提升，加上电动汽车的主题，相信也将会吸引更多的大型机构和外国投资，所以这也将会是一大利好。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最大利空就是汇率风险以及美联储的加息政策。至于大部分的业务都来自于国外，所以马币的升值都会影响他们的盈利表现。至于美联储加息政策方面，由于这将会影响投资者对于科技股的估值，因此处于科技领域的 Genetec 股价走势多多少少都会因此受到牵连。另外这里也要稍微提醒一下，目前 Genetec 马来西亚的收入只占总收入非常少的比例，因此就算马来西亚出现了 EV 相关的利空消息，这也不大会影响到 Genetec 的业绩表现。而且再看回 Genetec 的技术分析，尽管短期内的股价走势的确不乐观，所以要有心理准备会有可能跌破关键支撑价位的风险，但是目前股价其实仍低于我们计算的估值。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想免费获得我们 Genetec 更详细的估值以及分析报告的话，可以 PM 我们的 Telegram 了解更多
多哦。Telegram 连接可以在 Pin Comment 里获得。那么荧幕前的你们认为 Genetech 今年有没有机会再次重返荣耀呢？觉得有机会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没有机会的，请打上2，并留下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